我本是泱泱大国的一代明君，却下令处死深爱自己的皇后，更是把她的一家给灭了9族。只因我穿到一本女频小说中，由于女主苏茶清的光环压制，导致我不由自主的去取悦她，还把江山拱手相让，将皇位传给了苏茶清。最终女主光环失效后，我才彻底清醒，想到深爱着我的皇后被自己亲手杀害，就连紫金留下的大好河山也没了，不由得悲从心来，含恨自杀。可下一秒我竟重生回到2年半前，我满脸的激动，一切都还有机会挽回。凤洛熙作为本书第一女反派，也是如今大秦的皇后，长相倾国倾城，被誉为天下第一美女，率女主108000里，爱慕她的男人比比皆是，可她只对我情根深重，至死不渝。凤洛熙幼年一头银发，额头浮现一朵璀璨梅花印记，接触她的人非死即伤，除却凤家每个人都把她视为怪物，只有我年幼时常带她出门游玩，教她修行，替她疗伤，两人芳心暗许。可小说总是很狗血，按照我和凤洛熙的经历，往后绝对是相濡以沫的夫妻。女主的出现让我毫无理由的抛弃凤洛熙，并将其杀害。如今我活出了第2世，一定要弥补上一世对她的亏欠。但我不知道的是，如今的皇后凤洛熙竟然也重生了，并且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杀了我。一个勾栏女子怎可入后宫？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殿内冯吉跪倒在地，语气哽咽，在他身后文武百官齐齐下跪，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声音将我拉回现实，如今的时间线是我为了讨好女主那个绿茶，竟然答应娶一个勾栏女子为妃。看着下方朝臣，我满脸威仪开口：众卿平身，是朕考虑不周，勾栏女子怎能入宫为妃？朕后宫嫔妃自当如皇后一般母仪天下，温良贤淑。这话一出，朝廷众人跟见鬼一样看着我，这就同意了。之前不少大臣死谏全都失败，今天随口一提居然成了。不过让他们惊讶的还是我对凤洛熙的评价，昨天还骂皇后是毒妇不识大体，是想要独断朝纲的乱臣贼子，怎么一下转变这么多？冯吉率先回过神，听我对凤洛熙如此高赞，内心狂喜，强压内心激动，高声道：陛下圣明，我大秦有陛下和皇后，一定能早日一统百族。众人回过神，都在欢呼雀跃。行了，都起来吧！我大手一挥，百官被一股伟力扶起，一时间朝天殿内欢天喜地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急促的脚步打乱朝天殿内的和序。陛下，那妖妇居然想杀晴暖姑娘，还好奴才及时拦住。你看看奴才这手都是被那妖妇打断的。一个宦官哭喊着跑进殿，声音尖锐，捏着兰花指，让人一阵恶寒。宦官话音刚落，一道恐怖的威压向他席卷。皇后大脑一片空白，应声倒在地上。猛地他才意识到说错话，连忙道：皇后娘娘打算杀了晴暖姑娘，还请陛下快去救人了。殿内百官瞬间身躯一颤，晴暖正是那勾栏女子，因为苏茶清的缘故，我对她宠溺至极，将贵妃的宫殿交给她住。百官数次因为这是禁言以死相逼，但我也不肯后退一步。可以说晴暖就是我的禁卵，敢对她动手绝对死无葬身之地。糊涂啊！冯吉快急哭了。眼见我态度有所好转，没想到凤洛熙沉不住气了，她身躯颤抖，看向我，准备冒死劝解。大秦绝不能因一个晴暖成了笑话。然而接下来令百官惊骇的一幕出现了，我眸光微眯，落于王座，高高在上俯视着皇后，眼里7分杀意，2分讥讽，1分怒意。我和皇后一君一臣，两人从小玩到大，被我奉为心腹。谁知道她在女主加持下喜欢上了苏茶清，成为她的忠实走狗。可以说我和凤洛熙之间关系变差，就是因为她的挑拨。皇后双腿打颤一下，跪倒在地，她神情恍惚，不明白陛下为什么对她释放杀意。我大怒道：你个太监怎敢称朕的皇后为妖妇？来人拖出去凌迟！两侧侍卫应声将皇后直接拖了下去。皇后大脑一片空白，这还是那位对她宠幸至极的陛下吗？我扫视了一眼堂下的文武百官，大手一挥退朝，随即径直走向后宫。另一边，你这毒妇竟敢对我出手，就不怕陛下将你打入冷宫吗？晴暖被一道红芒压制，狼狈趴在地上。一众宫女太监低头，身躯颤抖，不敢言语。他们想不通陛下为何性情大变，无端冷落帝后，还拿凤家全族为要挟，势必将晴暖推上贵妃位。然而凤洛熙身躯一颤，眸光逐渐清明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在惩处晴暖的前夕，这是梦吗？就在刚才，他被挚爱之人设计杀死，凤家顷刻间灰飞烟灭，却没想到下一刻凤洛熙竟然重生了。枉我那么爱你，在大秦四面楚歌时助你一统天下，以命换命为你突破5黄境，可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对我下杀手，灭我全族。如今重来一次，现在只为复仇而活。凤洛熙美眸红润，眸光闪过一抹决绝。陛下驾到！思绪之际，一道尖锐回荡在后花园。我龙行虎步，一脸怒意走来。晴暖趴在地上，听到太监的声音，顿时兴奋不已。妖后，陛下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看到了我，凤洛熙心中悸动，但很快消散，神情变得淡然。上一世凤洛熙为了大秦安定，打算将晴暖逐出地宫，可我却为了晴暖，不惜将他扔进幽冥渊，3天后又打入冷宫，直至百官死谏才将他放了出来。幽冥渊是天下至阴之地，被关3天，他体内经脉腐蚀严重，无垢神体也被污染，导致修行速度骤减，本能顺利步入陆地神仙，最后只能牺牲寿元突破。难道还要再进一次幽冥渊吗？凤洛熙轻声呢喃。见我来到，晴暖爬起来小跑，来到我面前，砰的跪下，泪眼汪汪看着我。晴暖自知出身低贱，不配做陛下的妃子。刚才皇后娘娘一番教训，虽然身心剧痛，但也感激娘娘让晴暖认清自己身份，还望陛下送我出宫，让我随苏姐姐一同吃斋念佛，常伴青灯吧。晴暖小声哽咽，余光不由瞟向我。这一招是苏茶清教她的百试不爽，只要用出来，绝对能达到效果。其余宫女太监傻眼了，明明是晴暖挑衅在前，还装作无辜，真是茶里茶气。凤洛熙闭上美眸，她知道我的品性，她做再多解释也难逃处罚的命运，倒不如坦然面对。
你想出宫？我目光平淡地看着秦暖，秦暖身躯一颤，觉得我有些不对劲，但还是哽咽出声。秦暖惹了皇后娘娘不悦，生怕再停留下去会影响陛下和娘娘的感情。秦暖虽然爱慕陛下，但陛下和娘娘才是天作之合，还请陛下让秦暖出宫吧。好茶果然茶香四溢，我淡淡一笑，你说的倒也不错。我伸手拉住凤洛熙的手，朕的确和希儿是天作之合，难得你有自知之明。啥玩意？原本洋洋自得的秦暖瞬间石化在原地。凤洛熙眸光有些亮色，但很快暗淡下来。他将手缩回，内心波澜不惊，只觉恶寒。我被这反应搞愣住了。凤洛熙在外高冷，但在我面前小鸟依人。按理说自己这番操作完全能令他感动，可怎么却感受到了凤洛熙身上的疏远之意？难道是因为秦暖的缘故？我目光冷厉，将心中怒火朝秦暖倾泻而出。你说想出宫，陪同你那苏姐姐常伴青灯吃斋念佛？秦暖浑身一颤，他从未见过这样子的我，只能硬着头皮开口道：陛下，秦暖甘愿出宫求一佛庙，同苏姐姐夜夜为陛下祈福，送你出宫就算了。我声音阴沉宛若来自地狱的修罗，不过送你出关镇还是可以的。来人出言不逊，触怒凤威，该当死罪，把他拖出去跟那皇后一样凌迟处死。后花园内响彻我的怒吼，瞬间众人全都傻眼了。真是龙威难测，伴君如伴虎啊！昨天还受尽荣华富贵，即将登上贵妃之位的蠢妾，眨眼功夫就成临时处死的阶下囚。四周侍卫还以为听错命令不敢乱动，直到看到我凌厉的目光，才连忙上前将秦暖押出地宫。希儿，听说你最近修炼受了内伤，我修行龙凤神功可以助你疗伤。我眸光看着凤洛熙，温柔开口：多谢陛下忧虑，臣妾并无大碍。面对我的示好，凤洛熙语气疏远，内心却是惊疑不定。目前的情况跟上一世完全不一样，他不清楚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，而且我称他为希儿。凤洛熙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称呼，他淡淡道：如果陛下无事，臣妾先行告退。未等我开口，凤洛熙径直离开后花园。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有些心疼。半月前，凤洛熙为让我顺利突破，只身前往迷魂森林寻找风行草，但意外遭遇瘴气侵蚀，四经八脉受损严重，而且为了不让我担忧，一直将此事隐瞒。希儿，这一次我绝不会让你出事。我身影缓缓消散，下一秒直接出现在大秦藏宝阁。藏宝阁是大秦最机密的地方，这里蕴含着秦帝国上千年的底蕴，有无数奇珍异宝。四周侍卫全是宁元境修为，为首的是一个天罡境的年轻将领。这些守卫随便找出一个放在外面，都能称霸一域，这是开宗立派的强者。老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说话的是镇守藏经阁的将领王痴，看见我他眉头微蹙。这些日子我经常来大把资源往外送出去，我自己用还好，但我都是用来送一个女的，属实让王痴绷不住。他是跟我从小到大的好兄弟，两人相处很随意，加上王家世代忠良，是大秦柱石，王痴说话也没什么顾忌。我白了他一眼：你小子让你守门就好好守，我是大秦帝王，来自己宝库逛逛怎么了？王痴的无理行为在我眼里格外温馨，这是能为我去死的兄弟，也是少数能说真心话的人。王痴嘴角一撇，内心一叹：行，进去吧。凤洛熙内伤严重，好在藏宝阁有一株回灵草，是治愈内伤的宝药，不过一圈下来，怎么少了很多珍贵宝藏？还魂丹不见了，赤峰花也没了，连带我要的回灵草也不见踪影。老王那些宝贝哪去了？还不给我拿出来？我没好气道。王痴眼神闪烁，我也不知道上哪去了。我双眼微眯，周身灵气流淌。王痴浑身一颤，老营那些东西我真不知道，你就算打我，我也不清楚啊。我叹了口气，做事走出藏宝阁。王痴见状，内心一松，神情颇为复杂。他这做法算是忤逆龙鳞了，但他没得选择。老营作为兄弟，我不能看你越走越远，那些东西都是你以后保命的利器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你交给其他人。事后兄弟任由你处置，不过怕是没机会了。王痴眸光突然暗淡，北境妖兽肆虐，玉门关岌岌可危，父亲很快会派我前去镇守，你放心，兄弟一定帮你守好这天下，这是我们的约定。但下一刻，王痴整个人瞬间呆愣住。洛熙身受重伤，急需回灵草疗伤，既然藏宝阁没有，那我去其他地方再找找。我摇头叹息，王痴绑不住了，身影一闪来到我面前。你说回灵草是给帝后用的？我眨巴了一下眼睛。不然呢？王痴立马从怀里掏出一株灵草交给我，生怕不够，右手又拿出几株，这些都是最近入库的药效，嘎嘎好，你看看够不够？不够我再去抢。我嘴角一抽，不愧是王痴，这是只有他敢这么做。不过能怎么办？这是自己的生死兄弟。在原书中，王痴开拓疆土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可是我在皇后的挑拨离间下，将王痴五马分尸，这也导致北京被兽族入侵，大秦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风雨飘渺之际。甚至临死前，王痴遥遥对我磕了3个响头，高呼吾皇万岁，而后自绝身亡。因为王痴到死都为我着想，不愿让我背负残杀兄弟之名。行了，老营，既然帝后有恙，你就赶快把药送去吧。王痴催促道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知道了，过2天找你喝酒。看着我离去的背影，王痴面有所思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这才2天不见，老营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？他上次叫我老营的时候，差点没背上被以下犯上的罪名。刚才老营2字脱口，他连买哪都想好了，但没想到我不仅没怪罪，反而跟他恢复到曾经的关系。秦皇殿，这里是大秦帝后凤洛熙的宫殿，殿内装饰清冷家具，已经老旧，整座宫殿一共零星4、5人。凤洛熙盘坐在床榻上，一口污血喷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听到响动，守在门外的2名侍女连忙闯进殿内。我没事。凤洛熙道。她原本鲜红的幼唇变得乌黑泛紫，脸上一条条黑丝若隐若现。要不就去求陛下吧，寒毒深入骨髓，已经孵出是灵虫，要是再不治疗，很可能经脉寸断，从此沦为废人。
那娘娘春晓苦苦哀求，一旁夏眠同样哭着劝解，娘娘你是为了陛下才受的伤，为什么就不说呢？藏宝阁内宝药无数，一定有一种能救治娘娘的，出去吧，我没事。凤洛熙摆摆手，脸上浮现一抹自嘲，没被打入幽冥渊已是侥幸，要是惹怒陛下，将他再次重创，体内寒毒恐怕真治不好了，看来只有去天幽谷走一遭了。凤洛熙美眸微眯，天幽谷内有处灵泉，能够驱散体内寒毒，不过那里危机四伏，如非必要，他实在不想去。他调整气息，打算冒一次险。体内寒毒侵蚀严重，再不治疗会损伤根基，甚至无垢神体也会遭受影响。半个时辰后，夏眠在院子里慌乱如麻。天幽谷什么地方，众人皆知，即便是剑宗上任大长老阴阳镜大能，也在3年前折戟在里面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，可以说整个大秦除了我外，没人能安然无恙从中离开。一旁的春晓突然一脸决绝：“小眠，咱们走，一起去找娘娘。这个昏君到时候一定会后悔。”这时我诧异的声音传来：“刚才你在骂朕是昏君，没想到夏眠直接暴走，眼眶红润。不错，我就骂你是昏君怎么了？现在整个大秦生灵涂炭，你还大兴土木，将一个勾栏女子纳为妃子，不是昏君是什么？亏娘娘对你爱入骨髓，没想到你连一株宝药都不愿给，将娘娘逼入天幽谷。”我瞳孔猛缩，对下面的骂语毫不在意。洛熙去天幽谷了，我罕见浮现一抹急色。常人只知晓天幽谷妖兽横行，但我手握剧本，却知道里面蕴含着惊为天人的大秘密，那里埋藏着有关仙的传说。不过具体是什么，这本书的作者当时并没有说明，说是有第2部，但又迟迟不出。总之天幽谷万分危险，绝技不能深入，否则必死无疑。我不敢耽搁，身影一闪，便直接离开地宫。夏眠和春晓逐渐回过神，眼里流露一抹惊色。平日里我早看他们2人不爽，要不是凤洛熙拦着，恐怕早死了。今天凤洛熙不仅没在，2人还当面诽谤辱骂，而我没对他们动手，让他们俩疑惑不已。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一个长相温婉的女子进入宫殿开口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夏眠回过神来询问，秋妍连忙道：“皇后死了，秦暖也死了。”怎么可能？夏眠和春晓2女目瞪口呆。天幽谷中，凤洛熙上一世来过，知道灵泉的位置，但想到进入的原因，不由自嘲一笑。当时苏茶清重病，急需一味叫火龙木的宝药，我急得团团转，结果竟欺骗凤洛熙说我突破在即，急需这位宝药。那时他不管不顾，冒着到击崩他的危险深入其中，虽然得到了火龙木，不过也身受重伤。他还记得自己躺在病床上，苏茶清拿着火龙木在他面前得意洋洋的场景，那种痛苦他不想再经历一次。我凤洛熙不会原谅你，此行若生，那我势必杀你报仇。凤洛熙一路前行，天幽谷与世隔绝，神识完全不起作用，只能依靠上一世的记忆找寻灵泉位置。1个时辰后，凤洛熙站在一块青石前，从这直走不到100里，便是灵泉的位置。就在这时，大地颤动，一条长约50米的巨兽虎视眈眈看着他。该死，这里怎么会有地龙兽？凤洛熙一脸难看。地龙兽是妖兽排名极为靠前的一种，体内有极少真龙血脉，全身覆盖坚硬鳞片。凤洛熙没多逗留，催动法器打算逃离此地。虽有不甘，但一头阴阳镜的地龙兽，他绝对不是对手。龙兽咬金色，恐怖的音波弓将虚空震碎。凤洛熙身躯一颤，法器作用失效，空间移动被强行打断。地龙兽扬起巨大的尾部朝他狠狠拍去，凤洛熙瞬间就被击中到飞出去，一个后空翻单膝跪在地上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。如果是全盛时期，这头地龙兽完全不是他的对手，但现在他宛若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，今天绝无生还的可能。难道这就是天意吗？凤洛熙心如死灰，缓缓闭上双眸，找死！天际上空，我急得团团转。以凤洛熙的实力，只要深入天幽谷必死无疑。不过还好，总算是找到了。看到凤洛熙右腿被洞穿，我一脸阴沉，须臾间便来到其身前，一掌将地龙兽尾巴打断。地龙兽吃痛狂叫，预想般的痛楚迟迟未到。凤洛熙睁开眼，只见我周身覆盖一道光芒，宛若一尊神之矗立在他面前。地龙兽暴怒，身上有恐怖的雷芒酝酿，死吧！我大怒，要是再晚到一丢丢，凤洛熙可能就香消玉殒。我周身气势不断攀升，身后出现一条巨大的神龙环绕周身，神龙咆哮而出，张开巨口将地龙兽完全吞噬。不自量力，我冷哼一声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穿越者福利，我的肉身比原著中强悍太多，还有龙凤神功护体，可以说同阶无敌。一头小小的龙兽对我而言还真不算什么。凤洛熙气息虚弱，预言浮现几缕黑气，我瞳孔猛缩，有些责备道：“洛熙，寒毒深入骨髓，你怎么不早些告诉我？”凤洛熙从我的眸子中看到了从未有过的真诚，这样的真诚只在曾经见过，还是那么喜欢伪装啊。凤洛熙将头扭转向一侧，心想我这么做不过是想要他活着，让他凤家继续卖命罢了。我上前将凤洛熙脚踝处伤势包扎了一下，凤洛熙强撑身体站起，朝着深处继续前行。我连忙拦住他，开口：“里面危机重重，不能再进了。”让开！凤洛熙声音嘶哑。我从怀里掏出回灵草，说到这个能够根据你体内的寒毒，没必要再深入天幽谷冒险。凤洛熙娇躯一颤，回灵草是固本培元、养育根基很重要的宝药，按照我的性格绝不会让他用，但没想到这次居然给他了。凤洛熙张了张嘴，刚想拒绝，我柔声道：“天幽谷危险重重，我没办法保护你，如果你要的东西在里面，我进去为你寻来就好。”说完我向深处掠去，凤洛熙眸子一抬，连忙拉住我的手不要进去。我低头看向那只纤纤素手，会心一笑，行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回去吧，不过先把回灵草吸收了。凤洛熙眸光看着我，想要从我身上看出点什么，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不用，这是你稳固根基的宝药，我的寒毒有办法清除。我气笑了，什么稳固根基宝药，要是能将你救活，别说是一株回灵草，哪怕是我的命也可以给你拿着。不够，还有我这次带来2株。我从怀里又掏出1株硬塞给他。凤洛熙有些发懵，
内心涌起一抹难言的情愫，旋即深吸一口气，眸光再次变得冰冷。你只要珍视凤家族人的性命，他们会听命于你的，用不着这样对我嘘寒问暖。我眉头紧蹙，这是什么话？你是我妻子，也是大秦的帝后，我这么做不是应该的吗？快把回灵草吸收了，要是再耽搁下去可就没用了。凤洛熙最终叹了口气，手里握着回灵草盘坐在地驱除寒毒。时间飞速流逝，眨眼一个坤的时辰悄然而去。凤洛熙站起身，面色越发红润，气息稳固。见状我微微一笑，既然没事，那咱就回宫吧。凤相还关在天牢，我原本打算下旨放出来，但听你在天幽谷便着急过来。凤洛熙素手不由一颤，他不明白我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又是帮他治疗毒素，现在更想将他爷爷放出来。整个大秦谁都知道他爷爷跟我不对付，我可是花费好大功夫才将他爷爷关进去的。凤洛熙百思不得其解，但爷爷能回来，他还是很激动。人类，你居然杀了本座的宠物，真是找死！一头九尾天妖雕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把这女人交给我，我放你走。感受到我身上散发出的气息，九尾天妖雕不想与之为敌，可他从凤洛熙身上察觉到一模一样，但是对他实力有恐怖提升的东西，不能放的。你想要他？我双眼微眯，一旁凤洛熙神经紧绷，听到我和九尾对话，他的心沉到谷底，同时他也想知道我该如何抉择。九尾点动硕大头颅，只要把你女人给我，我既往不咎。毕竟这头地龙兽可是我花费大代价培养的，他死了需要有人来替代他。地龙兽是你培养的？我面带笑意。九尾一脸傲然，除了我还有谁能在短短10年时间让他步入这等境界？这条蛇死得太轻松了，你既然是他主人，那千刀万剐就由你来承受。我冷哼一声，一掌向九尾拍去。九尾暴怒，他没想到我为了一个女人敢对他动手，他可是神兽乃天地主宰。九尾身后尾巴暴掌向我缠绕过去，然而一条神龙虚影徘徊，我的周身长剑凭空出现在手，我直接朝其尾巴斩去。九尾一根尾巴随着掉落鲜红的血液喷涌而出，人类你找死！九尾彻底大怒，他错估了我的实力，也明白我绝对是人类金字塔尖的存在，不敢再留手，直接用出九尾一族的噬噬心魔瞳。刹那间天地变色，四周被一片虚无包裹，我和凤洛熙被拖到一个由他制造而成的空间，空间与外界隔绝，两人身上气息被压制得很严重，我还好只被压制了3重小境界，能施展出王侯境3重实力。至于凤洛熙身上气息萎靡，眨眼的功夫便跌落4个大境界，只有归元境修为，好恐怖的天赋神通。凤洛熙美眸微颤，九尾天妖雕是上古神兽之一，与神龙、凤凰、白虎以及玄武并称为5大神兽。不过在3万年前，其余4神兽被天道轰杀，只剩下一些血脉稀薄的支脉，而九尾天妖雕则躲过一劫，成为妖兽至尊。3万年前的劫难，不仅没让九尾一族覆灭，反倒是让他们的天赋神通是心魔瞳完全净化。一双魔瞳不仅能自化空间，强力压制对手境界，还能蛊惑人心，拥有极强的攻击能力。小心是心魔瞳会将敌人拉入幻境，保持本心。凤洛熙连忙提醒，我会心一笑，放心吧，洛熙，这双魔瞳我要定了。重生后不知道为什么，身体强度和精神强度大大的加强，在幻境出现片刻，我便直接破除幻境，脑海一片清明，手中长剑朝着一片虚无刺去，噗呲，长剑没入九尾额头，一道血剑喷涌而出。九尾天妖雕瞳孔出现一抹惊骇，你居然看破了本座的幻境，等着吧，下次见面本座一定将你挫骨扬。九尾连忙遁逃，他这次大意了，施展幻境后以为100%能将我拉入其中，没想到却被我趁机重伤。刹那间天地恢复原色，九尾朝着另一方急速逃遁，来都来了你还想跑？我瞬间消失在原地，等再次出现后，一剑贯穿了九尾脑袋。九尾气息奄奄，难以置信看着我，身为至尊后代，本该无敌于这个时代，可如今却被我轻易斩杀。我冷哼一声，长剑拔出，九尾生机彻底消散。神兽全身可都是宝贝啊！九尾尸体前，我拿出长剑不停解剖，猛地我双眼猛颤，兽魂我拿着珠子的手都在颤抖。兽魂是妖兽独有的产物，内部蕴含妖兽的天赋神通，一生的修为5道，越是境界高的妖兽，产出兽魂的概率越小。据我所知，现在大秦宝库内就有一颗御空境妖兽的兽魂，这还是第3任大秦帝王花费很大代价才得到的，放在这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宝物。而我现在居然得到了神兽祭魂吸尽的兽魂，放眼整个人族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。九尾天妖雕兽魂只要吸收了，就能拥有它的天赋神通，回去再炼化。我嘴角含笑，半个时辰后，小山大小的九尾天妖雕全被我分尸，放入储物界内，其余肉块也是难得的补品。常人吃一口爆体而亡，修士吃一口延年益寿。我将一滴泛着嫣红色的血滴交给凤洛熙，笑道：“这是九尾精血，只要吸收后，你的修为就能1日千里，根基更加稳固。要是运气好，没准还能领悟到九尾天妖雕的一丝天道之力。”然而凤洛熙却不想承我太多情，直接拒绝。他已经下定决心，迟早有一天会斩掉我的头颅。我一脸无奈，这精血跟你融合度很高，你若是不要，那我就将它丢了。话落，我反手便将精血丢向深处。凤洛熙面色一变，有些着急：“精血呢？你干嘛要丢掉？你知不知道神兽精血有多珍贵？”凤洛熙差点没被气死，原本高冷内心波澜不惊的他，这一刻快要吐血。你丢哪了？我去找凤洛熙，一脸着急，我嘴角挂着笑意，看上去有些贱贱的。你笑什么？凤洛熙眉头紧蹙，我轻柔拉过他的手，语气宠溺。我笑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傻。我摊开手，精血悬于掌心，我将他送入凤洛熙眉心，而后轻声道：“
我知道这3年来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我向你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冷漠。凤洛西芳心不由一颤，但脑海浮现那柄刺入他心脏的长剑，回想起前世我得逞后的狂妄笑声，回想起苏茶清那副轻蔑无比的神情，凤洛西内心陡然冰冷。他淡淡感谢一句，旋即向天幽谷外遁去。我不由一叹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啊！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。帝都之内短短半天时间，我下令凌迟。黄浩和秦暖的消息传遍整个帝都，不，这怎么可能？陛下对秦暖可是情根深重啊，怎么可能凌迟呢？或黄浩不是陛下从小到大的玩伴吗？怎么可能死了呀？听说今天陛下在殿上称帝后，母仪天下温良贤淑，这可是好兆头啊！哈哈哈，死得好啊！帝后体恤百姓跟陛下才是天作之合，这秦暖只是区区一个勾栏女子，要是那位妃子，我大秦的颜面何存？是啊，帝后和陛下又将和好如初。可是大秦姓氏，无数大秦百姓欢天喜地，3年时间，他们早听闻陛下和帝后感情不和，一度让大秦暗流涌动。现在2圣和好如初，未来的大秦将会更加兴隆。地宫秦皇殿，凤洛西盘坐在玉床之上，眸中俱是疑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按照上一世的走向，秦暖和黄浩不该这么容易死才对。自从他重生回来，陛下就跟变了一个人，不仅没将他关入幽冥渊，还为他疗伤，甚至连神兽精血都给了他。凤洛西想破脑袋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难道真的变了吗？凤洛西看向窗外，内心是杀我的决心有了动摇。乾坤殿内，我尝试初步炼化兽魂，3个时辰过去，整颗珠子完全同我融为一体。我眸光看向驻守在门外的守卫，对方的讯息毫无保留传入我的脑海。姓名马狐，境界名媛4重境，天赋凡级。我直接呆愣住，这吞噬魔瞳的能力怎么跟小说里的童子那么相似？是真捡到宝了？现在只能初步使用吞噬魔瞳，能力可想而知，往后继续开发魔瞳能让我变得多。我现在拥有龙凤神功，肉身和精神力极其强悍，但用肉身便能硬抗天罡境修士全力一击，现在又有吞噬魔瞳相伴，整个大秦可以说毫无敌手。不过那些个老东西还是很让人头痛。我双眼微眯，这个世界很大，万族林立，我知晓书中设定，这个世界并非像表面这么和睦，很多远古大能都被封印在神渊当中，等待成仙的那一刻。我现在的实力的确处于这世界的顶端，但还有更恐怖的存在能压制于我。猥琐发育就不用了，顶多就是不摆烂。我收敛气息，淡淡一笑，来人传旨，将凤象放出来。我唤了一声，天牢内韦公公好。韦公公又变帅了不少，狱卒连忙对着一个太监打着招呼。黄浩死后，太监阿伟就是我面前的第一红人。天牢一共分为9层，前3层关押寻常犯人，中间3层则是贪官污吏，底下2层关押的是江湖上十恶不赦的大魔头。至于第9层关押的则是妖兽或是一行人直接来到8层，凤无道是半步王侯境的强者，只有在第8层才能限制住他。众人来到一个牢房前，隔着牢房，他们都能感受自己体内灵气不受控制疯狂流失。王斌面色一变，没事，我们就先上去吧，兄弟们承受不住这里戾气。说完，王斌带着一众狱卒便要离开。阿伟叫住他们，一脸肃然，传陛下口谕。王斌一行连忙跪下，陛下万岁万岁，万万岁传旨，天牢将凤象放出，不可耽搁。阿伟念完口谕，立马让几人将牢房打开。王斌一脸惊骇，韦公公，你确定这是陛下下的旨意？谁都知道陛下跟凤象不和，前2天还亲自前来天牢，对凤象一番嘲讽戏谑，可这才过了几天，外面也没什么异样，怎么突然要放出来了？这让众人心中疑惑至极。阿伟苦笑，行了，这都是陛下的命令，你们问我问谁啊？好的，韦公公，我们这就照办。众人激动不已。凤无道可是大秦柱石，为大秦鞠躬尽瘁，当年关进天牢内，不知多少仇敌在暗中发酵，现在放出来对大秦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。可王斌刚接触铁门，一道大力将他弹倒在地，他疼得龇牙咧嘴，赶忙说道，凤象，我是奉陛下命令将您放出去的，还望凤象不要误会。牢房内，凤无道盘坐在地上，四肢被巨大的铁链禁，他身上还有伤势气息孱弱，不过老眸金光弥漫，看上去没有半分颓废。王斌打算将铁门打开，却被凤无道再次阻止，让他亲自来，他若不来，老夫这辈子就住在这天牢内。凤无道语气淡淡，却能从中听出一抹失落、自嘲还有悲痛。众人心神一颤，想要规劝，但被阿伟打断好了。凤象奴才这就去禀告陛下。秦皇殿听到这则消息的凤洛西美眸微垂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一旁的春晓满脸急切，娘娘，要不你去劝劝凤象吧，陛下好不容易松口，要是又惹怒龙颜，凤象恐怕这辈子都出不来了。曾经我在凤无道帮助下稳固地位，国力蒸蒸日上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两人关系变得冰冷，甚至反目成仇。因为苏茶清的事，我花费巨大代价才将凤无道关入天牢。很多人都认为凤无道这辈子恐怕只能待在里面，但如今我打算将他放出来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。春晓几女也知道机会难得，不能放弃。先等等。凤洛西内心微颤，他的确想劝告爷爷一番，可想到我如今的变化，不知怎地竟想看看我的态度，要是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春晓很急，凤洛西摆摆手，出去吧，我自有定夺。除却秦皇殿，帝都很多大族第一时间也听到风声。凤家凤天夜在堂内来回走动，父亲他想做什么？陛下好不容易松口，要是惹怒了陛下，父亲这辈子恐怕只能待在天牢。父亲虽为半步王侯境，但在第8层也坚持不了多久。凤天夜一脸难看，急得团团转。一旁夫人的陈声道给洛西传音，让他劝告一下父亲。父亲最听凤洛西的话。凤天夜苦笑摇头，别的事情说不定，这件事父亲肯定不会听洛西的。你要知道父亲如今这样，
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因为洛熙。父亲想这么做，大概率是想让陛下低头吧。妇人满心不安，父亲糊涂啊！谁都知道陛下对那苏茶亲情根深重，为了他不惜镇压我凤家，即便是王老将军也被派去镇守边疆。如今朝堂上只要改年，那女子不识，轻则贬官，重则斩首。父亲这么做，只会让凤家招惹陛下怒火，还会让洛熙陷入绝境。十分不理智，妇人眼眶红润，哽咽痛苦。凤天夜双拳紧握，眼眶同样微微湿润。这时一侧的管家沉声道：“少爷少奶奶，我觉得这次是你们多虑了。你没有想过，陛下为什么突然将老爷放出天牢吗？”凤天夜沉思少许，旋即摇头。管家笑道：“陛下之前可是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将老爷打入天牢。我现在帝国稳固，陛下拥有王侯境，通天修为，边境有王老将军镇守，可谓稳如泰山。但为何要将老爷放出来呢？难道陛下就不怕老爷出来后还要跟他唱反调，推翻之前颁布的法令吗？”凤天夜瞳孔一缩，像是想到什么却又抓不住，连忙到林书继续说下去。管家淡淡道：“我怀疑陛下也深知这些年做错了事，想要及时补救，否则怎么会先杀皇后再杀秦暖啊？没准这一切都是陛下早就计划好上演的一盘大戏，目的就是想看看满朝文武究竟谁是真正的忠心，谁又是真正的奸佞。所以这戏演完了，老爷肯定也会被放出来。根据我猜测，陛下还真有可能跟老爷道歉。”凤天夜和夫人细细品味这话，越想越觉得是真的。凤天夜一脸激动：“陛下可是雄主，昔年不知被先帝和父亲称赞多少次，刚即位便展现出惊人的治国才能和修炼天赋。可3年前自从碰上苏茶清，就跟换了个人。要知道美色对陛下可是毫无吸引力的，却能为了苏茶清力排众议，打算那勾拦女子为妃，这本就没道理。”凤天夜嘴角含笑：“看来我们都小看陛下，陛下真正的用意恐怕是想肃清朝野，除去那群奸佞。”妇人落泪：“那陛下对洛熙做出的那些荒唐事，该怎么说？”凤天夜没好气到演戏演全套：“陛下跟洛熙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所以对洛熙狠辣肯定是给外人看的。陛下每次惩罚洛熙，没准都心疼的要命，否则洛熙独闯天幽谷，身中寒毒，陛下又怎么会冒这么大风险前去救他呢？”听到凤天夜的话，妇人终于止住啼哭：“天夜，你说的不错，这肯定是陛下的棋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”凤天夜哈哈大笑：“既然如此，那父亲应该无恙了。但要让我知道这些，没准脑袋会冒出很多个黑人问号。我有那么牛吗？自我攻略最为致命。”另一边，当我从阿伟口中得知凤无道的事情后，便亲自来到了天牢。凤无道鞠躬尽瘁，可谓劳苦功高，也不知道作者的脑袋里装的是什么。我的人设可是不近女色，只搞事业的男人，没成想遇到女主就变哈士奇，还把这等忠臣关入天牢，将他折磨致死。为了让读者带入女主十足够爽，一点逻辑都没有，怪不得被人喷得断梗。